听到了吗？这不是火车经过，而是数千吨洪水正从地底竖井奔涌而下的咆哮。在地下2100公尺的地宫，探险队员正顶着令人窒息的水压，在冰冷的瀑布中拼命向上攀爬。只要慢1秒，他们就会被卷入漩涡，葬身于这座地球最深的坟墓——维里奥夫基纳洞穴。它既有着绿松石色湖泊的终极之美，也藏着让人毛骨悚然的地底悲剧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下降到地底2公里处，揭开那些被深渊吞噬的秘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一座倒过来的山会是什么样子？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地方，一个曾经差点把整支顶尖探险队给淹死，最后还真的成了一位探险家长眠之处的地方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到这个地心入口，这里就是韦廖夫钦纳洞穴，它藏在一个叫做阿拉伯卡山脉的偏远地区。这座山本身就像一头沉默的巨兽，而它的肚子里藏着一个深不见底的迷宫。多深呢？2209公尺。这数字可能没什么感觉，那我换个说法，你想象一下，把7座埃菲尔铁塔一座叠着一座，然后整个倒过来塞进地底下。对，就是这么深，光是用想的，是不是就已经头皮发麻了？进入这个洞穴，你不能说是下去，更贴切的说法是你在攀登一座倒过来的圣母峰。所以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？你面对的是一个又一个几乎完全垂直的深井，空气里永远是100%的湿气，温度呢大概就跟你家冰箱冷藏差不多。在这里，你唯一的伙伴就只有那种刺骨的寒冷，无所不在的黑暗，还有那种湿到骨子里的感觉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数据，让你感受一下这有多疯狂。湿度100%，这不是开玩笑的，意思就是你全身上下从里到外永远都是湿的。然后温度，你看摄氏4到7度，而且你得在这种环境下花整整1个礼拜，不断的靠着绳索垂降攀爬。这不只是对你体力的考验，更是对你意志力的折磨。你想想，在与世隔绝的黑暗里，每1秒都是煎熬。时间来到2018年，有一支超强的探险队，叫做佩罗沃探险队，你可以想象成是探洞界的复仇者联盟。他们带着国家地理的摄影师，深入到洞穴的最底部，准备要创造历史。但他们万万没想到，历史没创造到，差点就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。事情是这样开始的：他们已经在洞里待了7天，身心俱疲，在最底下的营地准备休息，然后怪事发生了。一开始只是墙上一个小洞传来那种水管不通的咕噜声，大家可能想说，什么声音？但没人当一回事。但才过了5分钟，那个咕噜声就不对劲了，水开始从那个小洞里倒出来，然后就在一瞬间，整个洞穴里充满了一种像是失控火车在你耳边呼啸而过的巨响。灾难就这样来了。我们来听听当时在场的摄影师罗比·肖恩是怎么说的。我看见一道巨大的白色水墙冲进我们小小的家，那股令人窒息的力量，我感觉我的头快要被扯掉了。大家想想看那个画面，白色水墙，这已经不是洪水了，这是一头怪兽，直接撞进他们唯一的避难所，那个他们住了7天赖以为生的小小营地，瞬间就被撕碎吞噬。他们唯一的活路就是向上爬，但是他们要对抗的是一道从天而降的冰冷瀑布，水的力量大到可以把人直接从绳索上撤下来。他们就这样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，跟洪水搏斗了将近20个小时。队长甚至一度被卷进一个超大的漩涡里，差点就没了。说真的，他们能活下来，不只是技术顶尖，运气也占了很大一部分。现在故事要转向另一个人，一个没有团队也没有奇迹的人。他的名字是谢尔盖·科泽耶夫，37岁。他不是专业探险家，只是一个满怀热情的业余爱好者。而他做了一个最致命的决定，一个人独自挑战这个死亡洞穴。在他出发前，他给太太留了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我要去寻找人生的意义，
大概1周后回来。这句话现在听起来真的让人心里一沉。寻找人生的意义听起来很浪漫，对吧？但当你的目的地是这种连专家团队都差点团灭的地方时，这句话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不祥的预兆。我们来做个比较，你马上就会明白，这套旅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悲剧。左边是专业团队，8个人以上，装备都是双份备用，有通讯计划，经验丰富。然后右边是科泽耶夫，1个人，装备最基本的，通讯没有，经验他之前只去过2个很浅的洞穴，这根本不是探险，这几乎可以说是一趟自杀任务。但说也奇怪，科泽耶夫一开始居然还蛮顺利的，他凭着一股傻劲，真的成功下降到很深的一个永久营地，那里还有之前探险队留下来的物资，他在那里待了1个礼拜，靠着那些补给品活了下来。时间到了，他心想，好，该回家了。但就在他准备往上爬的时候，他发现了一个足以让他瞬间坠入地狱的可怕事实。问题出在哪？出在一个小小的装备上，一个叫做脚蹬上升器的东西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让你可以在绳索上走路的工具，踩一下身体就上去一点。结果他把这个最重要的东西忘在了上面更高的一个营地，这下完蛋了。没有这个东西，他面前那段150公尺高、跟镜子一样光滑的垂直岩壁，就等于是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。他被困住了。接下来的1个礼拜，对他来说肯定是人生最漫长也最恐怖的1周。首先是那个令人崩溃的现实，我回不去了。他一定试过徒手去爬，但那根本不可能。然后就是无尽的等待。在那个负600多公尺深的营地，慢慢的消耗着仅存的食物。最可怕的是什么？是那种绝对的孤独，全世界没有半个人知道他在这里。最后食物吃完了，他只剩下一个选项，继续往下走，走向更深、更冷、更没有希望的黑暗里。好，时间就这样过了几个月，来到2021年8月。还记得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支佩罗沃探险队吗？他们又回来了，准备完成上次被洪水打断的任务。但这次，他们不知道自己将要发现的不是新的洞穴通道，而是一场早就结束的悲剧。他们一进洞穴就觉得不太对劲，这里怎么会有不属于我们的装备？他们继续往下探看，心里一直挂着这件事。直到他们下降到地下1100公尺的地方，在那片绝对的黑暗和死寂之中，他们看到了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画面：一具遗体就是这样静静地悬挂在绳索上，就是他谢尔盖科泽耶夫。后来的报告说他是死于失温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路，他放弃了向上，选择了向下，在越来越冷、越来越湿的环境中，一步步走向死亡。发现遗体之后，接下来就是一项超级艰巨的任务，把它带回家。你想想，从1100公尺深的地方要把一具遗体运上来有多困难？最后是动员了上百个人才完成了这个复杂的回收任务。这也再次证明了这个地方真的不是能开玩笑的。那条介于勇敢跟鲁莽之间的线到底在哪里？当我们望向深不见底的黑暗时，又要怎么确定自己不会被那片黑暗给吞噬呢？